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全新旗舰 iPhone 16 Pro 以及 iPhone 16 Pro Max 全系配色啊！今天给大家一次开箱，我们就先看这次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沙漠色。1、2、3，当当！我们先把机器拿出来，放在一边啊。这次呢是一个编织的 USB-C 数据线。好了，我先给它撕膜啊。这款虽然说这次官方叫做沙漠色啊，但是实际上它要比沙漠更柔和。我看到有一些评论说它确实有一点点像女生的那个粉底。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在早几年 iPhone XS 的那个颜色就有一点点粉底颜色。于是乎啊，我把我的 iPhone XS 找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左边是 iPhone XS， 右边呢是 iPhone 16 Pro Max 的沙漠金配色。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白色啊，白色应该是我个人最期待的一款颜色。当当。然后我把我自己用了1年的 iPhone 15 Pro 白色给大家在这对比一下，是有差别的。iPhone 16 Pro 的白色要更白一些。15 Pro 白色和16 Pro 白色，你更喜欢哪一个？我自己的话会更喜欢16 Pro 白色多一些，因为它更白。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原色钛金属的配色啊，1、2、3。我把15 Pro Max 的原色钛金属放在这里给大家对比一下。哦，这两个几乎没有变化。我补充一下，放在自然光下和前代对比呢，还是有些差别的。16 Pro 的钛金色会更暗一点，不过不对比的话呢，几乎很难察觉。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黑色啊，看看黑色有没有什么变化。黑色还是很好看，真的。这个黑色和白色，它之所以经典，真的就是因为不过时。就不管这些彩色的配色它怎么出，黑色、白色拿出来还是很好看。撕膜。右边这款呢是 iPhone 15 Pro 的黑色。从我目前上手来看，黑色和去年是几乎没有差别的。iPhone 16 Pro 使用3天时间，我尽可能的把大家关心的环节都测试了一遍，希望在大家拿到新手机之前，充分的了解这款产品的特点。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沙漠金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颜色？发布会之后上手视频里，有的是金色，有的是白色，有的是粉色，给大家伙都看懵了。这薛定谔的沙漠金啊，我先给大家解密一下。这是在户外光照下的颜色，这是在室内自然光下的颜色，这是在室内从直射到背光的颜色变化。沙漠金整体还是一个非常淡的配色。我自己对金色啊，其实向来没什么兴趣，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年龄层非常受欢迎的颜色。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我们聊聊设计。今年边框工艺改变了，从前代金属拉丝变成了现在均匀的喷砂，日常使用呢是基本看不出差别的。今年 Apple Watch 钛金属的工艺得到了巨大的突破啊，估计明年 iPhone 17 Pro 的边框也会重回这种抛光亮面的效果。我们再翻过来看正面啊，16 Pro 系列屏幕从前代的6.1英寸和6.7英寸升级到了这一代的6.3英寸和6.9英寸，那么增大的屏幕使用起来感受如何呢？我自己主观感受，Pro 变化倒不是很大，重了几克。对比的话才能看出屏幕确实是长了。看刘亦菲头顶上面那个植物叶子，你就能感受一下这个长度的变化。这一代的屏幕呢，不是等比例放大，而是微微拉长了一丢丢。所以现在很多 App 都还没有适配，我估计啊，首发用户还是要等一波更新的。这次边框变得超窄，我把14、15、16、3代摆在一起，大家就有一个更明显的对比。注意，16 Pro 和14 Pro 手机宽度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握持手感上应该很接近。Pro 单手操控其实还行，我的拇指可以触及到另一侧边缘。今年呢，我依然会选择将 Pro 作为的主力机型。16 Pro Max 增加到6.9英寸之后，我觉得变化倒是比16 Pro 变化更明显啊。一方面呢，它的屏幕变大了，另一方面就是边框变窄所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全屏看视频的时候，会有一种这不是一块屏幕，而是一个时空穿梭门，就是从你这个世界连接到电影世界当中。我把手头能找到的几款大屏幕设备都给大家对比一下啊，同时播放一个电影片源，大家可以对比看看它们之间的大小以及效果显示差别。这个位置我必须要说啊，三星你看它这个边角啊，虽然说握持的时候比较硌手，但是它因为没有裁切，看视频看电影的时候这种全屏感还是很好，对不对？另外和三星的对比下底部边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需要说明啊 ，iPhone 是4边等宽的窄边框，这个应该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这样效果的。
而且我回忆了一下，6.9英寸应该也是目前直板旗舰的一个最大尺寸了吧？今年圆角都重新设计了，弧度变得更大了，和家族新品手表、新品耳机组成了圆润三宝。圆润曲线呢削减了握持时候这个硌手感，但是对我来说呢 ，Max 还是有一点太大了，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单手握持操控手机的。Max 我的拇指呢勉强能够到对面的边框，但是单手模式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拇指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覆盖全部屏幕区域了。但是我想了一下，选 Max 的同学好像大多数也都不太在乎是单手操作，对不对？这个部分大家就针对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判断。屏幕部分还有2个硬件升级啊，一个是采用了新一代的超瓷晶玻璃，耐刮特性提升了50%，我长期使用之后再给大家一个反馈。第二个就是它的最低亮度降低到了1尼特，半夜拿手机看时间不会被更强的光线刺激的睡意全无了。视频的第3部分聊聊性能。其实与其说性能啊，不如说散热，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A18 Pro 非常强，但是苹果因为坚持把机身做薄，所以散热和安卓旗舰相比还是差了一个等级。特别是上一代的15 Pro， 对不对？去年咱们评测的时候就对比过，拍摄4K 视频的时候要比前代14 Pro 要热得发亮。那么在热辣滚烫了1年之后，16 Pro 表现如何呢？首先，原神开启高画质60帧跑图30分钟，15 Pro Max 最高是45.6度，耗电13%；16 Pro Max 最高是43.4度啊，降了2度，耗电7%。然后开启极高画质，就比刚才还高的一个等级啊，60帧跑图30分钟，15 Pro 最高温度49.8度，耗电18%；16 Pro 最高43.5度，耗电9%。今年16 Pro 在这个场景下提升非常明显。第二个场景呢是连续9个半小时1080p 看在线视频以及全程弹幕，15 Pro 耗电94%，16 Pro 耗电79%，15 Pro Max 耗电90%，而16 Pro Max耗电76%，因为开启弹幕呢会强制提高屏幕的刷新率，所以说开弹幕看视频是最消耗电量的一种观看方式啊。第3个场景，连续录制25分钟4K 30帧视频，去年15 Pro 在这个场景中表现很糟糕，今年16 Pro 2款发热控制都有明显的提升。这个位置我再说一下大家关注的充电环节啊，充电这个部分我看了一下，偶尔好像能跳到35瓦，但实际上停留时间非常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30瓦这个功率来进行充电。16 Pro 30分钟充入电量58%，Pro Max 充入电量60%。然后跟大家说啊，如果大家想现在发挥 iPhone 16 Pro 系列的这个充电最大功率，我强烈推荐入手官网的这款双 USB-C 的这样一个充电插头。这枚插头呢，应该是目前最先进也是最适配苹果多设备的双 USB-C 接口的充电插头。另外，大家很关注的手机充电时的发热情况，同时充电30分钟对比，16 Pro 这一代发热控制确实是全场景提升。今天视频的第4部分，影像，我们先说说这枚全新的相机控制按键。这枚按键上面是由蓝宝石玻璃覆盖啊，顶级的防刮防滑水准，大家就不用给这个按钮贴膜了。大家讲解一下这枚相机按键的一个玩法。首先，这枚按键是一个实体的机械按键，按下去是会有那种 click click 的声音，大家听一下。然后在这个位置，如果我向下按压，而不是按到底，大家注意，这个位置就会弹出一个小小的2级菜单，大家能看到吗？然后我可以通过在这个位置进行滑动，去实现变焦。这个时候，如果我向下按压2次这枚按键，它就会进入一个菜单选择。我可以选择，比如说曝光，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景深，这个景深就是和人像模式是基本相同的。这个你是可以快速的在4个焦段之间进行切换。比如说这是这次新推出的一个风格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详细讲解。向下按住，这个时候它就进入了一个拍摄视频的模式。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枚按键它实际上是有按下，然后有按压，然后有滑动以及按住这4种操作。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啊，相机控制按键遵循了苹果的动画弹出逻辑，按下按键，相机就从按键位置弹出。第2个小细节，游戏中加入的防误触设定，在游戏过程中按下并不会跳转到相机。第3个小细节，这枚按键的位置是 iPhone 上最容易快捷触发的手指位置。对于右撇子用户来说，纵向握持的时候，右手拇指刚好可以轻松按到。而对于左撇子用户来说呢，纵向握持，左手的中指也刚好可以按到。苹果之所以把这个按键的位置设计的比较高，就是为了同时兼容左右手的操作。而当我们横向握持手机的时候，这个按键呢，则又可以通过右手食指来进行按压。有同学说了，那左撇子用户横向握持的时候怎么操作呢？就是左撇子用户他只是习惯用左手，他不是没有右手啊。那么这枚按钮实际使用起来的感受如何呢？我的3天使用反馈是不好用啊。以下是几个理由啊。第一，
学习成本太高了。我作为一个资深数码爱好者，我可能研究了1天的时间吧，我才完全理顺其中的逻辑。那对于普通用户的学习成本来说就更高了。第二就是交互操作界面，它集中在按键位置，操作的时候啊，我需要一直盯着这个小区域屏幕，反而忽略了画面取景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我发现这实际上并没有比我在屏幕上操作更快捷、更精准啊。比如说变焦，用拇指在屏幕上通过大滚轮来进行选择，难道不是更加精准吗？所以如果你是为了相机控制按钮想选择16 Pro， 我劝你打住啊！如果说当年灵动岛的那个创新和交互我可以给90分，那这枚相机按钮我目前的体验只能给60分，就它只有在抓拍这个场景确实很实用。那么问题来了，苹果为什么要引入这样一枚按钮呢？我说说我自己的观点啊。这次发布会上提到了另一个功能，是可以通过长按这枚按键进入 Apple 智能的视觉识别，你只需要对着饭馆拍一下，你就可以查看这家饭馆的分数、点评、店铺营业时间、联系电话这些。路过海报宣传栏，你只需要看手机一下，就能自动的把海报上的信息保存到日历。路过看见那不认识的小猫小狗啊、花花草草啊，你用手机看一下，就能够识别出它的品种。一个不需要文字、不需要语言描述，只需要看一眼就能够识别的 AI 视觉入口，我认为这才是隐藏在相机控制按钮背后苹果的野心。不过现在还没有啊，这家伙给我说的热血沸腾的，最快也得明年。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评测这次的相机环节啊。16 Pro 它的长焦也来到了5倍镜头，哎呀，我真的是怀念我的3倍长焦啊，5倍不错。但是我认为3倍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用、更实用。既然来都来了，这大中秋的，对不对？咱们就测试一下这枚5倍长焦镜头。很多同学很关注的演唱会环节表现起来如何呢？我们先看拍照啊。我这次呢是坐在剧院2层最后一排给大家测试的，就尽可能的远一些。我们先看拍照啊，这是对比三星 S24 Ultra， 暗光和舞台灯光双重难度。iPhone 呢长焦暗光拍照，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节和噪点都非常的多啊。三星呢这张是有涂抹的，噪点都被优化了，但是细节也少了很多。再对比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影像安卓旗舰 vivo 超大杯 ，vivo 长焦大底优势这就发挥出来了。这张它虽然说也有一点点涂抹，但是我个人是能接受的。3款手机10倍放大之后的画面细节，这个场景无疑是 vivo 表现得更好。视频环节，苹果就是超强的存在了。舞台灯光不错的情况下 ，vivo 呢它是提高了一点画面饱和度、清晰度两者接近，但是一旦光线暗下来 ，vivo 的细节瞬间就丧失了许多。三星呢会在一些复杂的光线场景下出现过曝的情况，导致细节丢失。所以就是说，演唱会这个环节啊，如果你计划拍摄照片更多，你可以优先选择 vivo； 但如果你想选择拍摄视频更多，可以优先选择苹果。这个部分我多说一句啊 ，iPhone 拍摄视频的时候呢，多镜头连续变焦非常丝滑。这段呢是我从5倍放大到10倍，再从10倍一路缩小到超广角。大家可以看一下，在3枚镜头之间切换画面的色彩和白平衡的稳定性。相机部分的第2个环节引入了 4K 120帧视频拍摄，这个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慢动作，就人眼1秒钟呢24帧或者30帧就能识别出非常连贯顺滑的画面，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实现最高5倍慢动作，画面依然很丝滑。我们选择一个30帧看一下效果啊。注意，看，现在就进入慢动作了。我们可以放大一下看一下细节。哇，这个小姐姐的头发好好啊，看到了吗？比如这个路边大叔躺骑自行车，我的妈，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躺着骑自行车的。他就从我身边路过那一瞬间被我捕捉下来了。大家还记得我去年评测 iPhone 15 Pro 时候的标题吗？决定性瞬间。没错，苹果对于相机的所有的理解都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展开的。iPhone 不仅可以拍摄 4K 120帧，还可以拍摄 4K 120帧的杜比世界、4K 120帧的 log 视频，就一套完整的工作套餐出现了。另外我跟大家说啊，现在 iPhone 搭配一个小 U 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灵活、方便且省钱的方法。你看它512GB，现在平均价格300多块钱。专业用户你可以用它来拍摄 log 视频，看这里有个 USB-C 连接，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在里边直接存电影，比如说我已经存了一些电影了。打开，然后选择，然后你直接点开。出差坐火车，对吧？坐飞机，手机的内存不够了，只需要插一个小 U 盘，就可以完美的实现这个电影啊、电视剧的携带。相机的第3个环节，抗反光镜头涂层，妈呀！在苹果官网看到这个升级之后，我感觉星星都亮了。就这么多年的鬼影终于要解决了，我赶紧拿去测试了一下啊，测试结果是抗反光，抗了个寂寞，和15 Pro 还是一个水平。所以抗反光反的是什么光啊？是不可见光吗？紫外线？
说怕给这个镜头晒黑了。相机的第4部分，自拍啊，因为我平时自拍不多啊，去年我没有测这个环节，后来我发现大家评论我才知道 ，iPhone 15 Pro 自拍它会出现这种锐化的现象。今年我给大家测试了，16 Pro 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就是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我的脸好像没有那么脏兮兮了。另外，今年苹果加入了一个全新的摄影风格。好了，在这里我用这张照片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次苹果全新推出的摄影风格，或者准确的说应该叫做肤色微调。在这里打开设置，然后在这儿风格就选这个风格，你会发现啊，这个中间这个标准分成上下2个部分啊，如果你立着拿的话是左右2个部分。大家注意，你就下边这些什么鲜明啊、自然啊、耀目啊，这些就是正常的滤镜，大家不用管。大家看这个标准的这一侧，包括什么琥珀色呀、金色呀、玫瑰金色呀、中性啊、冷调玫瑰色这几个，大家如果看到，你发现我在不同的模式之间切换之后，背景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对不对？这就是因为它核心是在改变它的人物肤色啊。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冷调玫瑰色，我这张照片默认拍照的时候颜色是这个样子的，看到了吗？是偏微微发黄。然后现在经过我这个冷调玫瑰色之后呢，有一点点白中透着粉，然后我可以点击这里，我可以自由的去添加它的这个皮肤肤色变化的效果。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我在调整肤色的时候，你看一下它的头发呀、它的衣服啊，包括后边这个人物啊，它们的颜色是没有特别大改变的，就是它是针对于皮肤肤色。然后我可以在这个圆角矩形区域之内呢去调整，其中左右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饱和度，上下可以理解为曝光度。不管我怎么调，我都不会出现过曝或者过暗。苹果把这个合理的数值给你限制在这个区域里了，帮助普通用户也能调节出非常好看的肤色和颜色。换一个中性，大家看一下这个肤色，比如说玫瑰金色、金色，能感受到吗？肤色调色是一个大课题啊，这次时间太紧张了，我还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肤色调整经验。但是我看这几组参数，我已经隐约能够猜到小红书可能要刮起一阵旋风了。什么色调36啊，颜色67啊，调色盘45啊，这么调肤色美极了。这个3个数，我认为就是为了方便社交网络传播而诞生的吧。这次相机的第5个点，超广角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这个4800万像素它仅限于 RAW 格式啊，平时拍照呢还是1200万。我对比了一些前代啊，它有提升，但是非常小，普通用户这个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个升级，它压根儿就不是为了超广角拍照而来的，它的目的是为了拍摄空间照片。空间照片呢，需要左右2颗镜头协同工作，其中超广角这个镜头呢，它想要拍出和主镜头那个相同的视野，是需要裁切中间的那个部分的。超广角升级到4800万像素之后，就可以和主镜头组成一张2400万像素的空间照片了。好了，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iPhone 16 Pro 拍摄的空间照片和空间视频导入到 Vision Pro 里是一个怎样的效果。我现在打开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下方这2排就都是我用 iPhone 16 Pro 所拍摄的。比如说我们先看一张照片，现在这就是一张具有 3D 立体效果的照片。当然大家可能在屏幕前啊，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这种戴着眼镜去感受到。而且这不光是一张立体照片，它还是一张实况照片，看到了吗？这个是用 iPhone 16所拍摄的空间视频。这一次 iPhone 16 Pro 它支持了4枚录音棚级的麦克风，所带来的一个效果就是它支持录制空间音频了。空间音频怎么体现呢？我给大家重新放一下，在右上角能看到这样一个沉浸吗？当我打开沉浸，现在声音就变成空间音频了。有些同学说空间音频是什么意思？空间音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拍摄这段视频的时候，这边有一个人说话，那么当我头转向这个方向的时候，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依然是从这边过来。好了，我现在给大家录制一段视频啊，这是一段空间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呢应该是在大家画面的右边在说话，我现在在说话，然后我现在呢来到了大家画面的左侧在说话，能听到我说话吗？我现在一直在左侧在说话，现在是在左侧，现在是左侧在说话，能听到我说话吗？我现在一直在左侧在说话，现在。这个功能好像就真的让你回到了拍摄视频的那个瞬间，有立体的画面，有立体的声音，而且它这个声音是一个声音场。空间照片最好的一点，其实就是拍完了之后，它就和普通照片一样，你就存在相册里，什么都看不出来，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那么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当你拍摄一张空间照片的时候，你能够获得什么？首先，一张2400万像素的照片；第二，具有 HDR 亮度信息；第三，放在 Vision Pro 里就是一张具有立体景深效果的空间照片；第四，一段3秒钟的 Live Photo 视频；第五，在手机上它保留的人像的景深信息可以直接生成一张具有背景虚化效果的人像模式照片。一个瞬间，5个内容，最后这张照片的体积是3.4兆。我在同一个场景啊，用 iPhone 16 Pro Max 和其他2款旗舰拍摄同一张场景的照片。iPhone 这张照片的体积是3.2兆，而另外2款旗舰，一个是5.1兆，另一个是6.6兆。另外2张照片呢，还是一个1200万像素的，就是你放大看细节，其实还要比 iPhone 要差一些。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如果你用 iPhone 存储100GB 的照片，那么另外2款旗舰，它们就要花费最多200GB 的空间，而且没有空间照片，没有 Live Photo， 也没有人像模式。接下来我们聊聊今天相机环节的最后一个点都是决定性瞬间，但这个瞬间是最具有决定性的，苹果的运动模式大家拿到手机之后可能还会困惑说哎呀没有看到这个功能不应该是有一个单独的运动模式页卡吗？苹果在这个位置和其他厂商都不一样的是 ，iPhone 的运动模式它是集成在默认拍照模式当中的，你完全不需要切换到其他模式。你打开相机，只要是有运动的人或者物经过，你的 iPhone 就会瞬间降低快门速度，去把那个瞬间凝固。我去拍摄小姐姐跳舞，完全默认模式，按下快门，快门自动就会调低到1/600秒，捕捉到这样一个瞬间。以及这个瞬间之后3秒钟的视频，再看这张，这也是一瞬之间拍摄下来的照片，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也是一个 Live Photo， 一瞬之间，而且就是手机直接拍的，我根本什么都没调。看这张，这是他腾空跃起，然后举起这个木棒，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捕捉瞬间的那个价值。比如这张是一个5倍的长焦拍摄的，大家看一下5倍长焦，先看一下细节，大家感受一下3秒的一个小视频。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随手拍一张。我们再放大看细节，这一张呢是5倍长焦拍摄的《哈利波特鹰马飞行》，这过山车的一瞬间去捕捉最灿烂的笑脸。有人说你这个过山车这速度不够快呀，那么让我们请出霸天虎过山车通常呢手机拍过山车效果是这个样子的，但是 iPhone 16 Pro 默认模式直接拍效果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速度够不够快？我们放大看一下细节，而且这张照片也有 Live Photo。 家里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日常拍照，可能一个比较痛点就是孩子经常爱跑来跑去，那个可爱的瞬间你可能抓不到，下一秒孩子可能哭了或者跑远了，非常遗憾。于是我拍摄的几张小朋友奔跑过去，然后我捕捉的这个瞬间画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做一个参考。有同学说，那这么拍照，这个模式不是无敌的吗？实际上这种模式呢也是有它的缺陷所在的，像大多数手机运动模式一样就是对于光线的要求会更高，如果光线很暗，光线不足，那么拍摄的效果一定会打折扣比如说画质会出现下降细节会出现丢失但是我觉得 iPhone 它最棒的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切换到任何的模式，你不需要任何的等待，你只需要双击2下，打开相机按钮，然后直接拍摄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是我边向前走的时候边抓拍的。大家知道走路的时候拍照其实特别容易糊，对不对？而且我前方的这一对小情侣，他们也是在走，其实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更容易糊片的一个效果。但是这张照片大家看，这么看你可能看不出效果，但如果我点按 Live Photo， 你能够感受到他们2个的快乐了吗？以上就是 iPhone 16 Pro 影像环节的分享我不止一次提到 iPhone 它现在并不是画质最好的拍照手机，它的强点在于对于影像捕捉的理解以及产品形态的平衡。视频来到尾声，今年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环节，就是如果我们打开苹果官网，你会发现 iPhone 16 Pro 的介绍页面居然没有一句官方宣传语，对不对？因为这句话呢，通常是翻译来自于美国官网，而当我们打开美国官网，你就会发现 iPhone 16 Pro 的宣传语是 Hello Apple Intelligence。 没错， iPhone 16 Pro 升级核心中的核心是 Apple 智能，中国区暂时还没有正式上线。9月发布会上，库克曾经提到，最早会在明年支持中文。所以今天的评测我们暂别于此，这支视频不做结尾，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升级可能都只是 iPhone 16 Pro 的序章。等到 Apple 智能中国区正式上线，我们再来看看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